火种确实给了你越阶战斗的资本，但你的精神力还能支持几次？精神力即将耗尽，建议执行最后一套组合技——五色连线基因风暴。站住！把吃的交出来，饶你一条命。废物，像你这种底层垃圾，活着也是浪费资源。检测到宿主濒死状态，基因无限融合系统激活，新手福利发放，提取附近一阶凶兽基因。扫描中发现一阶凶兽变异野狗基因，是否融合？是。融合成功，解锁异能：极速，移动速度提升300%，神经反应速度提升200%。你刚才说谁是废物？主线任务发布，活下去，目标获取10份一阶基因碎片，奖励金刚基因碎片。赵氏家族基因药剂发放点，凭身份卡领取。赵氏家族基因药剂发放点，凭身份卡领取。发现可提取基因，一阶变异野狗。提取条件：需接触目标生物体表。提取成功，获得一阶变异野狗基因碎片，当前进度1/10。小兄弟，身手不错。叫我老周。你刚才对付那条狗，比那些吃基因药剂的娃娃还利索。别碰那些东西，市面上流通的劣质货，10个吃下去，9个变成那种东西。你是个好娃儿，早点攒够物资，去进化者据点碰碰运气，别再碰那些劣质药剂。主线任务进度更新，支线任务启发，收集3种不同凶兽基因碎片，奖励嗅觉强化异能体验券。检测到一阶异变生物变异小猫，警告：异变体比同阶凶兽更具攻击性。
支线任务进度已收集2种凶兽畸变生物基因碎片，还需1种。林小子，这几天你气色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带来的新药剂需要试药者增强型，成功的话力量翻3倍，失败了也无所谓。过来。少爷饶命，我还有老婆孩子。废什么话！赵少爷，试药这种事应该去找签了合约的自愿者。一个拾荒的底层废物，也配教我怎么做事？信不信我让你现在就和异变鼠关一个笼子？今天的乐子是看你们跑多快。支线任务触发，完成新手任务后，击败赵峰及其手下，奖励烈焰基因碎片。主线任务完成，奖励金刚基因碎片，是否立即融合？融合。融合成功，解锁异能金刚之躯，骨骼密度提升500%，皮肤韧性提升300%，可抵御常规冷兵器及低阶凶兽攻击。找了一整天，原来躲在这种狗窝里，给我打！就这？检测到人类低阶进化基因，是否提取？提取。少爷，派去找那小子的5个人失联了。我们在他的据点发现，5个人全部失去基因强化反应，像被抽干了。不跑了，白天在那么多人面前装硬汉，现在躲进钢筋水泥堆里就以为我看不到你？你以为你躲在这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赵少爷半夜带这么多人来赌一个打零工的，不嫌费油。我改主意了，不留活口，直接打残。
你以为二阶药剂和一阶是同一个东西？这一管的成本哈哈哈哈哈哈！看到了吗？这就是金钱的力量。检测至对方基因爆发即将突破临界时，存在异变风险。赵峰，你的药剂在反噬你，再打下去，你会异变。放屁！等我撕了你，带你的基因回去研究。支线任务追加，3天内在赵峰完全异变前将其击败，否则其将转化为2阶异变体。奖励：自愈基因碎片。检测到2阶畸变生物变异犬正在接近，方位正前方70米。开始提取2阶畸变犬基因，异变污染程度较高，提取时间延长。提取完成，获得2阶异变犬基因碎片，额外解锁基因能力，嗅觉强化，可感知半径200米内凶兽及异变生物气息，精准定位。老周，你用了赵家的药剂。不是我主动用的，赵家的人在工地上发放，说不注射的工人明天就不用上工了。我一把老骨头，不上工就没饭吃，想着也许运气好能挺过去。扫描结果，目标体内存在跌裂基因药剂残留，杂质含量超标800%，排斥反应进程35%，3天内达到畸变临界点，可消耗残损基因碎片启动基因进化。立刻进化，进化开始。提取目标体内畸变诱导因子，预计耗时2小时，请保持接触。当前进化能力不足，无法彻底清除，剩余畸变因子将潜伏于目标体内，在特定刺激下可能复发。透视药剂免费注射，名额有限。
支线任务：收集劣质药剂样本，完成。支线任务：收集3种不同凶兽基因碎片，完成。新手福利追加任务：在工地冲突中保护工友，完成。融合，开始融合烈焰基因碎片，融合后可解锁组合异能金刚烈焰。主线任务更新，前往进化者据点调查劣质药剂源头，奖励基因进化能力升级券。支线任务：召风1变临界值已达89%，12小时内击败并提取其1变基因，奖励自愈基因碎片。该算账了。你来了，我一直在等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都是拜你所赐。我让你跪下！基因碎片支线任务完成，奖励自愈基因碎片是否立即融合？融合。给我查，这个使用火焰异能的进化者是谁？主线任务分支：平民联络通道。废弃医院内有幸存者医疗小组。你是谁？路过的进化者，这里需要帮忙吗？我叫苏晴，这个医疗站就我和2个护工在撑，药品快没了，外面的畸变者越来越近。
他们闻到伤员的气味了。上回只来一个，我们就伤了2个人。检测到1阶畸变者乘3，是否批量提取？提取。提取完成，获得1阶畸变人类基因碎片，解锁新功能，批量提取。你是进化者，高阶进化者。勉强算。你说想要药品，最后的存线，别嫌弃。你不喝完？省着点儿，明天有个截肢手术，病人需要补充体力。你自己呢？我没事，习惯了。你今天打异变者的时候没有杀他们，提取基因就够了。畸变者也是受害者。我见过很多进化者，大部分拿到力量后，第一件事就是报复以前的仇人，然后争地盘、抢资源，有些甚至比畸变者还可怕。我给你写担保函，进去之后，你能不能帮我们搞一批药品出来？清单我列好了。明天一早出发，先去据点。你肯帮忙，这份恩情我记一辈子。这是我攒了大半年的1阶基因稳定地，虽然品质一般，但至少不是劣质货。你拿着，也许用得上。获得任务道具苏晴的基因稳定地，支线任务触发，收集药品清单上所有物品，交还苏晴。奖励：治愈基因觉醒催化剂。南门今天怎么这么多人？排好队！听好了，据点新规定，所有非进化者进入据点，除了预约费，还需要额外购买一份陈氏基因稳工地，1管500信用点。买不起的，别在这儿浪费时间。医疗护送担保函，这玩意儿上个月就废始了，现在据点只认这个进化议会认证的进化者身份卡，或缴纳5000信用点保证金。我是进化者。哼。进化者可以进，但你带进来的普通人要有担保金，2个人，每人2500。差的部分我来。这些年拾荒攒下的积蓄、零碎的信用感卡和几枚旧时代纪念币，我留一部分加油，剩下的够补上差额。来看看，来看看。你们找个地方安顿，我去看看药品。我去，你照顾老周。真开！便宜了，便宜了！哇，抗生素1盒300信用点，你不如去抢。姑娘，这可是从据点药厂直接拿的货，纯度有保证。外面那些走私货，吃了搞不好直接异变。这点钱
连3种药都买不齐。老板说了，明天涨价，所有基础药品翻倍。又涨？上个月才涨过。嘘，你以为老板想？是议会那边抽成提高了。再说了，这些底层人不买也得买，外面畸变那么多，不来据点他们能去哪儿？也是，今晚仓库那边要搬运一批货，老板让我们盯着点，别让外人靠近。美女，买药啊？王鹏，据点管理处药品科的，看到美女在发愁药价，跟我来仓库。陈哥说了，对美女有折扣。不用了，我们自己买。兄弟，我没问你，你是他什么人？林墨，别在这里起冲突，我们走吧。你们在干什么？没干什么，招呼新来的。哼！哎，你这妮子怎么一个人来了？这据点已经不是5年前的据点了。陈凯接管后，连我这种老家伙都要小心做人。你是新来的进化者，气息不弱。刚才的事儿谢了。血气方刚是好事，但要对付陈凯，光靠拳头不行。这个人背后是进化议会，议会里有他的人。明天晚上有几个信得动的人会进仓库。如果你真想给外面那些普通人做点什么，可以来看看。检测到方叔体内含特殊抗异变抗体，自然生成，非药剂产物。该抗体基因可用于强化基因进化能力。支线任务触发，参加方叔的秘密集会，奖励基因图鉴扩展券。明天晚上来不来你自己决定。买不起，会买齐的，但不是在这里买。那在哪儿买？陈凯的仓库里。目标：将成本压缩至正规药剂的1/20，杂质含量提高至安全标准的12倍。副作用：畸变率约65%。扩大样本基数。获得关键证据。陈凯实验室记录及劣质药剂样品，额外发现陈凯与据点外畸变猎鞣之间存在多笔暗账交易，涉及非法基因碎片买卖。
说，陈凯的劣质药剂产业链还有谁参与？你惹错人了，陈哥背后是净化议会，越会有大人物在保他。成功潜入陈凯仓库，获取证据、实验日志照片、劣质药剂样品，获取药品清单物品齐全，支线任务进度60%。警告：陈凯已被惊动，据点进入高度警戒状态。这些全是清单上的。陈凯的仓库。比药更重要的是这个。陈凯在实验室里生产劣质药剂，故意卖给底层人，畸变之后提取他们的基因碎片再卖一次，产业链。因为他背后有净化议会的人。明天晚上方叔的秘密集会我要去，你带着药品和老周先离开据点，回医疗站等我。我不走，你一个人对付陈凯太危险了。我是医生，至少能帮上忙。集会那天晚上，你必须待在旅店里，哪里都不准去。你好，请问需要办理哪种业务？我想查阅据点管理处的公开信息，包括管理人员的公开日程。抱歉，管理人员的日程属于内部信息，不对外公开。您是外围成员吗？如果是，可以登录净化议会内网查询。后宇先生，林先生，管理处刚刚发来通知，您的临时进入许可存在异常，需要您前往管理处核实身份。建议您在24小时内主动前往，否则许可将被冻结。目标：陈凯私人秘书，基因等级2阶，携带爬行类凶兽基因，危险评估中。听说仓库少了一批药，偷药的是谁？陈凯气得把昨晚值班的人都关起来了。监控录像残片显示，好像是个人，会放火。忍着点儿，马上就好。你知道这孩子为什么被咬吗？他一个人跑进据点找吃的，没有大人。他父母都吃了一种叫公益药剂的东西，3个月前陆续应变，被据点的惊变猎人拖走了。据点里有不少像他一样的孤儿，父母都是被劣质药剂害死的。你跟我说说这孩子的具体情况。陈凯美其名曰免费公益，却用底层人的命换基因碎片，再传手卖给净化议会的研究机构，没人敢吭声。方叔今晚的集会我必须去，如果今晚之后我没回来，这存有实验室照片和实验记录，信里有说明，拿上证据，离开据点，去找净化议会的正义派成员，或者任何能公开报道这件事的人。来了，介绍一下，这是林默。昨晚仓库被偷的事儿，你们应该都听说了。那是你干的，牛。这几位是据点里少数不依附陈凯的进化者，或者像阿强这样没注射过基因药剂，但天生体格强壮的大个子。我们聚在一起不是要造反，是想把事情捅到议会上去。我们之前搜集过一些证据，但缺关键物证，举报到议会被打回来了。我丈夫就是吃了公益药剂畸变的。我这腿也是在试药实验里断。陈凯说这是奉献补偿，给了我100信用点。这是昨晚从陈凯实验室拍到的，里面有实验日志，记录了他如何故意生产劣质药剂，如何在公益药剂里掺杂质，以及如何从畸变者身上2次获利，铁证如山。这些足够告到他了。他亲笔签名的实验日志，证据够，但议会有他的人。陈凯每年给议会纳贡30%利润，议会里至少有2个外围成员是他的利益捆绑方。你想把证据交给谁？议会里总有不和陈凯一伙的人。有，议会的纪律委员姓周，清流派，一直主张打击劣质药剂，但他住在议会总部，远在中心城，派人送去要2、3天。这期间，陈凯如果发现证据被谁掌握，这间屋子里所有人都有危险。不需要2、3天，我有办法在明天之内把证据送到。那好，证据由你保管。如果需要人手，这里有人。
昨天第一次见你时，我感觉你的基因能量和我体内的某种东西产生了共鸣。这是我抽自己血提的一块血清。我以前也中过劣质药剂的毒，但命硬没死，体内产生了某种抗体，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获得特殊道具，方叔的抗疑变抗体血清。该血清可用于强化基因进化能力，建议在系统内完成基因分析后融合。谢谢，这东西可能比任何武器都有用。别谢我，帮那些死去的和还没死的人讨个公道，就是最好的感谢。开完会了，方叔给了我这个，这个能帮上忙吗？能，比我现有的任何基因碎片都珍贵。检测到稀有抗异变抗体，融合后预计效果。基因进化能力从初级提升至中级，彻底清除潜伏异变因子。4小时后叫我。林先生，陈总请您今天中午到管理处共进午餐。陈总说，昨晚仓库的事一定是误会，他想和您当面谈谈，把话说开。告诉陈总，我会准时到。检测到3阶隐匿型进化者，战力评估3阶中段。林默，坐。今天不谈公事，先吃饭。你知道这块牛肉值多少信用值吗？2000，一克一克算。但在进化者眼里，它只是食物。对底层人来说，2000信用值够他们全家吃半年粮食。这就是基因进化的红利：强者吃肉，弱者吃草。而你，林默，你是强者。陈总约我来。不是为了讲社会学概论吧？那我就直说，你昨晚拿走了一些东西，药品，还有一些不太适合公开的文件。我对药品无所谓，送你，但那些文件，我希望你能还给我。作为交换，我可以给你在据点里一个正式的位置，药品科副科长，月薪2万信用点，外加3支优质3阶基因药剂。以你的天赋，配这些资源，半年内你就能进化到4阶。老周，谁？一个拾荒老人。你的手下在工地上逼他注射了劣质药剂，他现在体内潜伏着异变因子。哦，那些公益药剂发放确实有些管理上的纰漏，我会让人改进。但你得承认，任何一个新药上市都需要大量的临床样本。那些普通人，他们唯一能贡献给人类进化的价值，不就是在试药中发挥余热吗？所以在你眼里，底层人的命只是实验样本。我要你把所有劣质药剂销毁，公开实验记录，向所有受害者赔偿。我还可以不把你交给议会。哼，你真以为几张照片和几支药剂就能扳倒我？你知道进化议会多少人在我的分红名单上吗？我知道你的实验日志里有3个议员的代号，我也知道你的劣质药剂在过去1年里至少导致200名平民异变。我还知道你把异变者的基因碎片卖给议会里的2个研究所，其中一个编号叫 AO7， 分管基因武器研发。你的基因潜力是不错，但潜力归潜力，现在的你还不是我这些人的对手。打断他4肢，留活的，我要亲自抽他的基因。批量提取3名2阶人类进化者基因碎片，提取完成。2阶击败3阶，还是隐匿系，你的基因融合度比我估计的更高。你以为我陈凯是靠做生意坐上这位子的？笑话！我自己就是据点最强的进化者，3阶巅峰离4阶只差临门一脚，拿下你的基因，说不定正好冲过那道坎儿。
开始提取3阶巅峰进化者基因，提取中。住手！提取完成，获得3阶复合型变异蜥蜴基因碎片，解锁异能毒抗蚀性。你毁了我的基因，进化议会不会放过你。陈凯已经失去战力，所有被他用劣质药剂迫害过的人，都可以进去指认。证据交给议会之前，他归你们看着。自己亲手断的，虽然比不上进化者的高档武器，但至少不会卷刃。够路上吃一周。据点仅有的2部之一，调好了方术的频道。我以前在议会当值时的旧身份卡，外围成员级别，你自己有实力，但要进议会总部，光有拳头不够，还得有程序。据点交给你了。放心，陈凯在我手里翻不了。你这位老哥因子昨晚之后已经全部清除了，让他跟你们一起去总部。到了城里，他也许能见到一些同样被劣质药剂害过的幸存者，能当人证。你们看，那栋楼好像还没塌。中心城是什么样的？和据点不一样，据点像难民营，中心城是真正的城市，有电，有自来水，甚至还有学校。但越好的地方门槛越高，没有基因进化或者没有钱，根本进不去正门。方叔给你的外围成员身份卡，至少能让你们走进化者通道。害怕？有点。万一打了没觉醒呢？万一觉醒了不是治愈系呢？没有万一，系统扫描不会有错。稳定地只是帮你推开第一道门，后面能走多远，看你自己。这一段危险程度升级，近期有进化者小队目击过4阶畸变生物。化工厂内部有大型生物气味、潮湿鳞片、腐散肉类、苦杏仁毒腺分泌液。有东西在里面，苏请你和老周不要离开工厂大门20米，我进去查看。4阶畸变生物噬化毒蟒，异能剧毒毒吸，绞杀巨力，鳞甲防御。弱点：第3只眼为异变增生器官，破坏可引起剧烈疼痛，并短暂瘫痪神经反射。
提取4阶1变巨蛇基因碎片，解锁异能毒牙攻击，口腔中可快速生成毒牙，咬合时注入烈性蛇。被动能力解锁毒素感知，可感知毒素存在并辨识毒物种类。解决了，融合了蛇的毒腺，毒牙攻击。蛇毒在医疗上可以做成麻醉剂和镇痛剂，如果我能拿到一点毒液样本。咿呀呀。那就是中心城吗？你们也是去中心城参加考核的？小队都是考核参加者，从南方据点赶了4天路才到这儿。林默，我先过去，你们慢慢排队。好。外围成员身份有效，林默。北边据点来的。是。为了人类的。林默，北区据点，证据提交。您稍等，我这就去叫纪律委员本人来。北边据点的证据是你带来的。我是纪律委员会轮值主席周记。
爸，我到了。这么多人，让一让，麻烦让一让。你怎么才来？然后测试区做基准检测，去那边填表，基准基因检测。分档越高，考核中匹配的对手越强，理论上也越受考官关注。半径200米内，6只1阶畸变鼠，3只2阶畸变犬，1只3阶畸变体在更深处徘徊。30分入账，当前总分51分，实时排名第3。感知加强已激活。这个苗子，好好盯着。你跟我来一下。去吧。旁边架子上摆满高级密封基因管。这是上一轮文明留下的初代样品，我们在现有基因库里比对了1整年，没找到能兼容的载体。你现在基因纯化度很高，理论上可以尝试无副作用融合。上古强者基因碎片初代完整性未知，检测到超越当前科技水平的基因序列，融合后果建议在满精神力状态下尝试。在我之前有人试过吗？有3场4阶进阶崩溃，一个撑了3天，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你还要试吗？是。躺进去，我会在外面监控你的基因变动。你想好了？丑话说前头，这是上一轮文明留下的东西，我们对其了解仅限于它很强，融合过程中一旦出现排斥反应，以现有医疗手段基本没法救。考官怎么比我还紧张？因为在你之前，有3个4阶进化者尝试过融合类似的上古碎片，2个当场基因崩溃，一个撑了3天，最后还是没救回来。你是我见过基因兼容性最高的，但兼容性高不等于万无一失。如果连试都不敢试，
那和据点里那些被劣质药剂吓破胆，连正规药剂都不敢碰的人有什么区别？你进去，我会在外面监控你的基因变动。一旦系统判定排斥风险超过70%，我会强行终止融合。检测到上古强者基因碎片，初代，完整性约32%，融合开始，预计耗时6小时。警告：融合过程中将出现基因排斥反应，机体需自行克服。进度45%，排斥反应强度下降至65%，检测到上古基因开始与宿主原有基因序列自主适配，罕见的正向融合趋势。基因融合进度5%、12%、18%，是否终止？继续。融合完成，解锁异能上古之力初级，当可维持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24小时。额外解锁上古感知，可在战斗中短暂预判对手0.3秒内的攻击轨迹。你的基因能量储备融合完成后，直接跳到了4阶初段。上古基因把你的基因底子彻底重塑了一遍。这数据我要上报主考团。先别报，等考核全部结束再说。我不想太早暴露底牌。兵精英毅，4阶兵系变体，银盾赵家这一代出了好苗子。A 档就凭3阶。组合技进阶解锁上古金刚烈焰，上古之力灌注后，金刚烈焰的温度与硬度同时提升1阶，当前维持时间3分钟。上古基因，你在考核前融合了上古基因碎片。是。你将上古基因与2种基础异能3重融合，在不到10秒完成稳定输出。这种基因兼容性，我这辈子只见过1个，扣你1分，是因为你的能量控制还欠功力。金红色能量甲有明显的能量溢出浪费。抽签开始。你那个上古基因厉害归厉害，但有时间限制吧？嘿嘿，3分钟一过，你还剩多少底牌？对手战斗模式分析完成，每次俯冲攻击后有0.5秒的拉升间隙，英译从俯冲姿态转换到拉升姿态需要一个极短暂的过渡动作。够强！找到你了。
结束。你从北边据点带来的那些证据，我听说过。哼，你以为扳倒一个陈凯就能动议会里的人了？今天打完这场，你最好主动申请退出考核，别再往下查了。等你打赢我再说。你那个上古基因的时间限制快到了吧？没看错的话，从你融合到现在，冷却期是24小时。接下来你拿什么打？你说的对，上古之力快结束了，但我一直在等一个东西。是否激活精神力储备转化？精神力上限永久提高15%，守护者意志加成。当前精神力转化完成，解锁精神操控异能，可在敌方精神力低于宿主时，短暂控制其肢体动作。你这是精神系异能。你叔叔的事，议会纪律委员会已经在查了，账本上的代号已经锁定了2名正式议员。是你自己主动交代，还是让我在审查会上当着全议会念你的名字？23岁，4阶考核冠军。我在这儿干了10年，上一个考核冠军入职时才29。拿好身份卡，鹰辉是外围成员。从今天起，你可以出入议会大部分公开区域，接受任务委派，享受议会情报与资源网络，分配住所，外围成员公寓2室1厅。你名下有2人可挂靠为随行保障人员，享受基础医疗保障和食品配礼。中心城的医疗条件彻底治愈了异变因子残留。这身儿比你之前那件破布强多了。议会发的，不穿白不穿。政协那组人，你打算怎么处理？先等正式调查，不行就引导他们自己暴露问题。有需要随时叫我。小队里几个人都记得你的公道，要不是你在考核里正面对决赢过姓刘的，他那套私下操作的手段，还不知道要拦住多少普通进化者。你的蛇毒成分分析出来了，神经毒素比例62%，细胞毒素38%，稀释到1/1000浓度可以做成速效麻醉剂，比中心城现在用的麻醉药效强10倍，副作用反而更低。我已经申请了临床试用许可，批下来之后，议会医疗部会给你一笔基因素材专利分成。我不是来要分成的，上次跟你说的是，郑贤可能在医院里有眼线，你这边最近有没有异常？3天前，一个自称议会药剂审批科的人来查过我的毒液样本，他看了毒蟒的毒牙样本之后，问了很多跟药品审批无关的问题。毒液提取其实是通过特殊手段刺激异兽分泌出一种特殊的酶，这种酶能够分解异兽的身体组织，从而产生毒液。比如毒液提取时的基因波动强度，以及你的异能种类和等级。我刻意没给他看完整成分分析，就说还在实验阶段。他留了名片，上面写的是正式基因药业的旗号。名片信息素与郑贤体内融合的昆虫类凶兽基因为同一序列，以此推断，此人极有可能是郑贤的直属手下。苏晴，接下来一段时间，你下班后别一个人走。韩烈小队里那个能放电的短发女人，我请她每天来接你回公寓。你觉得他们会对我下手？你对毒液的药理分析可能比你自己以为的更有价值。郑显在陈凯背后经营了那么久，他最怕的不是纪委审查，是有人能从生物证据链上反缴出他配方的来源。你的毒液分析能力，恰恰能帮他溯源。他现在还不知道你做到了哪一步，所以才派人来试探。一旦他确定你已经触及核心配方，他不会留你。
那你最好把这个先看了。这是从陈凯那支劣质药剂样本里，我用蛇毒成分做对比分析后提取出来的核心配方。其中有一种基因稳定成分叫阿尔法7沉默子，不属于目前任何公开的基因药剂原料。我用议会资料库查过，这种成分的唯一供应商是郑显名下的一家皮包公司。白纸黑字，证据链完整。你一个人熬了几个晚上做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证据在你手上。谁派你们来的？没有人派，抢外围成员的配给物资而已。正是基因药业，这张名片的追踪信息素跟你体内基因药剂的残留成分是同一个研号，你还要说没人派？周记，这个时间打来出事了，郑显按耐不住了，今晚派了4个人来我公寓，我把他们留在天台上，你派人来接收。另外，证据链已经完整，苏晴从劣质药剂样本里分离出了郑显名下的独家供应商成分。明天早上9点，纪律委员会召开紧急闭门会议，你带着所有证据过来。进化议会纪律委员会第117次闭门审查会议，议题：核查基因药剂审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显是否涉及北区据点劣质药剂生产贩卖及非法基因碎片交易等违纪事实。举报方已提交物证若干。郑委员，你有权陈述申辩，请。周老，首先我对北区据点发生的事深表遗憾。陈凯这个人，我确实认识。他几年前申请过正式药业的经销商资质，我们按照正规流程审批了。至于他私下做了什么劣质药剂也好，基因碎片买卖也好，我作为审批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不可能对每一个经销商的日常经营行为负责。第二点，林先生提供的所谓配方分析报告，那个叫阿尔法子成分，确实是正式药业的产品，但它是公开销售的合法原料，客户名单有据可查，采购单和付款记录我都可以提供。要说这批货到他手里之后被用在了劣质药剂里，那应该不是追查的责任，而不是追查原料供应商。就好比有能把卖菜刀的商人当同谋吧。阿尔法7沉默子是合法原料没错，但苏晴在分析陈凯的劣质药剂时发现，这批阿尔法7沉默子的分子尾端被加了一个诱导性甲进化修饰。这个修饰让阿尔法7沉默子在进入人体后会主动诱导畸变基因的表达，而不是抑制它。正式药业对外销售的阿尔法7沉默子都是标准品，不带这个修饰，只有特定批次的编号以 CDD 开头的批次才含有这个诱导畸变的修饰。而这个 CDD 批次的订单记录显示，他只从正式药业卖给了3个客户，其中2家是议会下属的正规研究所，有完整的实验记录和用途申报；第3家是一间皮包公司，注册地址是空的，法人代表是郑委员您太太的名字。整整3000支 CDD 批次阿尔法7沉默子去向不明。而陈凯实验室里查获的劣质药剂里，恰好含有这种只有 CDD 批次才有的诱导畸变修饰。您刚才说菜刀商人不用为杀人负责，但如果您卖的菜刀上您亲手涂了一层只有您自己才有的毒药，您还这把能说不关您的事吗？本委员会提议暂停郑显一切职务，立即启动正式调查程序，冻结其名下所有资产及关联公司账户，限制出境。好，调查程序我配合。我只有一个要求，在调查期间，我要保留查阅所有举报材料的权利。毕竟总得让我知道是谁在背后组局吧。林先生，我们还会再见的。正式调查程序一启动，郑显会被停职，但他的议员身份暂时还在。
议会章程规定，除非调查出明确结果，并经全体议员大会表决通过，否则不能剥夺一个正式议员的身份资格。这意味着他在真空期里仍然可以出部分议会区域，仍然可以调用部分非职务性资源。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太冷静了，像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不是像，他就是早就知道。郑显能在议会里混到今天这个位置，靠的不仅仅是基因药剂。从拿到手能源到现在不到3天，但他今天的答辩词明显是针对这个指控，把责任往外推，说明他至少提前1天就知道了你们掌握了什么。我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组，已经着手全面清查郑显名下所有关联公司和异常交易，但把你叫来不是为了这个公事。林默，接下来这段时间，你的处境会比之前更危险。以他的性格，已经不是利益博弈的问题了。他会把你当成必须亲自清楚的账。你现在的实力是4阶初段，上古之力加多种异能融合，同阶内确实可以比你深得多。议会没有他的全部战力记录，但我几年前无意间见过一份内部档案，档案里对他的战力评估标注的是5阶待定，潜力未触顶。5阶待定的意思是保守估计5阶上限无相。你刚才在会上把他最核心的利益链给端了，现在他最想做的事就是亲自碾碎你。所以我不是劝你小心，是给你一个正式的议会外潜任务，让你离开中心城一段时间。南边山区发现了一处上一轮文明的遗迹，初步探测结果显示，里面可能存在完整的上古强者基因碎片。不是碎片，是完整的。如果找到，你的上古之力可以进一步提升。我们目前对上古基因的了解太碎片化，而你是议会唯一能稳定融合上古基因的进化者。愚公，这是对人类进化方向的探索。于斯，你在这里多待1天，郑显就多1天下手的机会。多久出发？3天后。这几天别单独行动，去哪儿都带上韩烈或者他小队的人。3天后，我安排专车送你到集合点。郑显再嚣张，也不敢在议会眼皮底下结一支正式的外勤队伍。上面给的任务岗报说遗迹在南部山区，我们几个战斗力你清楚，都不拖后腿。苏晴那边我安排了人轮班接送，我不在这几天，他不会落单。蛇毒麻醉剂，每支有效剂量能放倒一个2阶以下畸变物7秒左右，对4阶以上效果递减，但不是给你用的，给你队员用的。你受伤了自己会自愈，他们不会。分析的怎么样了？阿尔法7沉墨子的反向逆过器，我做到第4代了，等你回来应该有成品。如果郑贤还有什么底牌，逆过器就是他的底牌的克星。我等你回来。遗迹任务，周记，你倒是会选时候把人支开。也好，等他从遗迹回来，正好验收果实。这里的基因能量辐射比外面高1倍，不是畸变型的辐射，是另一种，更古老。他在兴奋，这种辐射对植物没有伤害，反而在促进生长，这不正常。编号 A077林默，你就是那个考核冠军。上面提前打过招呼了。遗迹入口在前方2公里山坳，有临时营地。注意，这处遗迹跟你之前打过交道的畸变生物不完全一样，里面有些东西我们在现有基因库里找不到对应序列，建议你们别走散。
你就是那个能融合上古基因的。让我看看，没错，是上古序列。你身上融合的那份碎片，和我们在这个遗迹外层发现的碎片，属于同一个文明纪元。来，跟我走，我给你看看我们这几个月挖到了什么。这是一段指骨，根据铜货素测年，它的年代至少在1万年以上，不是人类指骨，但基因序列和人类基因有45%的同源度。这块指骨里蕴含的基因能量等级远超目前进化议会已知的任何生物样本。我用议会最精密的仪器测了3个月，给出就3个字：无法评估。系统检测，接受。3个月了，总算等到你。接住！你的基因序列在融合后新增了超过300个未知基因点位，300个。这些点位目前处于沉默状态，没有被激活。但如果某一天条件成熟，它们一旦激活，你可能会成为继上一文明纪元之后，地球上第一个真正的上古级进化者。融合完成，上古之力升级，中级至高级。绳索将分钟电15分钟，冷却时间缩短至12小时，可在一定范围内感知其他携带上古基因片段的生物，并与之建立临时的基因共鸣链接。解锁发现伸出的文明核心数据库，获取完整的上古基因图谱。数据库位置已标注在系统地图中。入口在哪里？入口在遗迹最深处，但我们之前派去勘察入口的2支小分队全部失联了，所以议会才把任务等级从 B 直接提到 A。穿过窄缝后，他们佩戴的通讯器受到强烈基因能量干扰，完全中断。最后收到的讯号是3天前，只有一句没说完的话：门在底下，别让，后面就断了。这里的能量场在上浮，方向正好与我们下降相反。他在指路。检测到上古文明基因锁，解锁条件：携带上古基因序列的宿主接触门体，正在解锁。我有不好的预感，这里太完整了，1万年没人进来过的东西，不应该这么像在等人。也许他确实在等。你现在是几阶？4阶巅峰，等彻底消化完成，应该能破5阶。紧急提醒：检测到大量外来基因能量正在接近遗迹入口，能量信号数量超过50，其中至少5个达到5阶水平，1个接近6阶，速度极快，预计20分钟内抵达遗迹核心区域。
有大批不明势力在靠近，数量至少50个，5个5阶，一个接近6阶。议会不可能这么快派第2批队伍来，这里距离中心城2天的路程。是正邪，他派的人不是来追我们的，他们是等我们把遗迹里的东西取出后，直接收割。走。你来了。你是谁？这座数据库的创建者，也是你体内那份基因的原主人。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打开这扇门，说明我的文明已经消失了至少1万年。你的文明是怎么灭亡的？宇宙辐射和现在侵蚀你们地球的是同一种。我们的科学家发现，这股辐射并非自然现象。我们最后的成果就是这个数据库，里面储存着我们整个文明所有的基因图谱，数百条1000种异能，所以能完全的繁荣成一个火种。这种活性融合，这是一整套的完整的记分记录序列直播。我们能兼容多种基因，而是从根本上消除基因融合的数量和类型限制。我们文明的最后一位至高进化者将自己献祭，把火种压缩到基因层面，只剩最后一个碎片你手里。那个碎片已经融合在我体内了。我知道，否则你打不开这扇门。但你体内那份碎片是钥匙，去拿，然后替我们守住你们这颗星球，别让它走我们的老路。等等，你说的外星基因病毒源头是什么？源头，数据库里有我们最后的分析结果，你自己去看。记住，即便不是偶然，是收割，有人在收割成熟的基因文明。火种融合开始，火种并非单一基因碎片，而是一套完整的基因进化底层算法。算法植入后，宿主基因融合上限彻底解除，从此任何基因均可无副作用融合，数量、类型、等级均不再受限，此过程不可逆转。你现在是几阶？4阶巅峰，等彻底消化完成，应该能破5阶。紧急提醒：检测到大量外来基因能量正在接近遗迹入口，能量信号数量超过50，其中至少5个达到5阶水平，1个接近6阶，速度极快，预计20分钟内抵达遗迹核心区域。有大批不明势力在靠近，数量至少50个，5个5阶，一个接近6阶。议会不可能这么快派第2批队伍来，这里距离中心城2天的路程。是正邪，他派的人不是来追我们的，他们是等我们把遗迹里的东西取出后，直接收割。走。东西交出来，火种！议会里有人出了3倍的价，你加你小队所有人的命都抵不上这一单的零头。郑贤给了你多少？他连自己都快完蛋了，你们的尾款估计拿不到。5个5阶交给我，3阶4阶的人，你们小队应该能拖住。你一个人打5个5阶？火种刚融合，正好试试上限。
火种确实给了你越阶战斗的资本，但你的精神力还能支持几次？精神力即将耗尽，建议执行最后一套组合技——五色连线基因风暴。这一招叫火种。